用了这么多年的创可贴，您真的用对了吗？是不是感觉贴着不服帖，还老是不舒服呢？其实就是您方法没用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我们在生活中难免都有个磕磕碰碰，遇到磕破皮这些小伤，大部分人呢也都是差点点酒，或者直接用创可贴就完事了。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创可贴的用法。相信很多人，比如说我们的手指关节处受伤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拿创可贴来贴。相信很多人平时的贴法呢，都是和我现在贴法一样，一整块的贴上去，这样就完事了。如果说伤口是在平面的情况下，创可贴呢可以直接贴上去呢，也非常的牢固，也非常美观。那如果是在关节处，这个贴法就不对了。有没有发现这样包扎好的伤口，我们的手指弯曲就很困难？这样一来，比如说我们要做家务啊，或者是写作业什么的，需要手指做精细的手工活时，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，而且呢不怎么贴合，前面有豁口。所以说这个创可贴的贴法，虽然说呢可以止住伤口，但是呢还是有很大的弊端，特别是伤口会疼痛，这样贴手指弯曲时真的很不舒服，因此这是不正确的贴法。正确方法如下。首先准备一个创可贴，把外包装撕掉，然后呢用剪刀把创可贴的两边剪一下，剪到创可贴的药棉处即可。现在呢我们再来贴，把创可贴贴在伤口处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在关节处呢是怎么贴的，一定要把剪开的部分呢往两边分，左边贴左边，右边贴右边。好了，这样贴好的创可贴包合的非常的严实，而且手指关节内部呢是露出来的，这样手指呢就非常的灵活，不像我们把创可贴整个贴在关节处，手指弯曲呢都非常的费劲。可见这样贴合的十分到位，和手指贴合的很好，关键是很方便活动。这样我们怎么弯折手指也不会弄到伤口了，可以放心活动。平日里，我们的双手呢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十分忙碌，不过忙中易出错，不经意间就让我们的手指指腹呢容易受伤。那么大部分人呢还是同样的方法，把创可贴这样直接贴上，可是手指头前端呢有很大的豁口，这样就形成不了保护作用，这样包扎呢只要干一点活，创可贴就很容易就掉了，一会儿又得去贴一张，来来去去，心情真的很糟糕。所以创可贴正确使用的方法，还是先在创可贴的两头中间用剪刀剪开，两头剪到中间有药棉的位置就行了。接下来注意看咯，把创可贴药棉的位置对准手指的伤口盖上去，然后呢将创可贴剪开的一头往手指背面绕一圈，对应的另外一头粘胶呢也是往手指背面绕一圈。这时我们的创可贴呢就还只剩下一半粘胶没有贴，最后把剩下的半边粘贴也顺着手指贴好，这两个重叠的交叉粘贴把手指间的位置就粘牢了，看起来很简单吧，而且呢还很牢固呢。对比之前粘贴的，是不是更贴合呢？虽然贴创可贴呢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要将每件小事呢都做好。另外，我们贴创可贴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勒得太紧，以免造成血液不流畅。我们的创可贴呢，贴的时间呢，最好也不要超过12小时，要记得及时更换哦。贴太久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滋生细菌。大家学会这两个贴创可贴的方法，有需要时试试吧。用以上这两个方法，不仅牢固，而且呢关节非常的灵活，不影响我们的工作。那学会怎么粘贴创可贴了，创可贴可不只是用来粘伤口用的，在生活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妙用。如果您家里的创可贴放久了快过期了，那么就将其利用起来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妙招一，我们取一块创可贴，然后呢我们把面部的位置撕开，这时呢我们再准备一瓶风油精，将其滴在面部上，
多滴一些，让味道更浓郁。创可贴为风油精提供了一个载体，创可贴的粘性可以确保不会轻易脱落，同时其透气性也保证了气味能够有效的散发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利用起来了。我们可以将其贴在鼻头处，创可贴上滴上风油精，贴在鼻梁上，缓解鼻塞堵塞，握清澈有效。针对网友的这种说法，郭红玲表示，这个方法确实可行。风油精由薄荷脑、水杨酸、甲酯、樟脑、桉油、丁香酚组成，对风寒引起的鼻塞确实有缓解作用。或者我们可以把创可贴贴在床头，因为创可贴的药面吸收了风油精，风油精的味道会在房间里散发挺长时间。晚上我们睡觉时，蚊子闻到了风油精的味道，就不敢靠近我们的床，防蚊效果确实非常棒。晚上睡觉时都不想用灭蚊药的，灭蚊药毕竟是化学药物成分制作而成的，对我们的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伤害。风油精之所以能够驱蚊，主要是因为它们含有能够驱赶蚊子的成分。风油精中含有的薄荷脑桉油、丁香酚等成分具有挥发性，能够散发出蚊子不喜欢的气味，从而达到驱蚊的目的。这样晚上就能够安稳的睡觉。晚上睡觉时再也不怕被蚊虫叮咬了。妙用2，同样的，我们需要把药面处作为载体，准备少许的酒精，将其浇在上边，那创可贴就可以利用起来了。大家现在的生活离不开手机，空闲下来就拿起手机打发无聊的时间，一用可能就是半小时、1个小时不等。用久了手机就会发烫，这样耗电特别快，而且手机一烫就特别容易出现卡顿。那么在看电视还好，要是打游戏的时候正打得起劲就突然卡住了，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烦恼。那这时我们可以把创可贴贴上，就能慢慢的给手机降温啦。因为酒精是挥发速度很快的，酒精挥发的过程中也会带走手机的一部分热量，这样手机用起来就顺手了，也不烫不卡顿了。小小创可贴用途真不少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言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